她是红墙深处最神秘的女人，其心，习仲勋的遗孀，习近平的生母，今年99岁。近日传出她悄然离世，但奇怪的是，官媒零报道，画面全消失，岛内没有一丝悼念的动静。她真的走了吗？如果是，北京为何要噤声？她还健在吗？那又为何不给予辟谣？这片刻的沉默，究竟只是维稳惯性，还是权力天平正在悄悄倾斜？从文革时被迫站上批斗台，举手喊出打倒自己儿子，到改革年代一路为儿子的仕途奔走敲门求情搭桥，其心的一生是一部赤色家国悲剧，也是极权政治下亲情的牺牲品。今天这位99岁的母亲忽然从公共视野中消失，是寿终正寝，还是消息被封？是家变伏笔，还是权斗开场？其心的命运可能决定的不只是他的葬礼规格，更可能是一场对习近平权力真空的集体投票。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6月24号，自媒体人李大宇在节目上爆料说，他的好朋友美国常识学者自媒体人方伟得到可靠消息，说习近平的母亲其心已离世，具体时间未知。自媒体老北京茶馆也引述可靠消息，在节目中爆料说其心已经去世。不过截止目前，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都没有更新其心的死讯。前几天还传出了其心开家宴宴请中共5元老的传闻。大宇分析说，官媒刻意不报道，中共低调处理的原因之一，可能涉及悼念规格。若按习近平正国级规格，其直系亲属的葬礼需在八宝山举行。规格虽低于正国级领导人本人，但仍需现任政治局常委及元老献花圈，甚至有人可能亲自前往。葬礼费用由中共中央财政承担，包括火化、场地及基本仪式费用。因此，一场葬礼的规格足以透露出习近平的实际地位。通常情况下，中共高层领导人直系亲属离世，舆论会受到严格控制。大宇认为，如果习近平还和以前一样大权在握，中共公开纪念的可能性极大。现在低调处理，或许和习近平失去权势有关。他说，官方可能会继续表演，但是否有必要如此高调，当局需谨慎拿捏，以免相关议题被政治化。关于中共高层领导人家属离世的悼念规格，有网友表示没有先例，特意去查了查，所有担任过党内排名第一以及国家主席的毛、刘、华、邓、杨、胡、赵、邓、江、胡父母皆不在任内去世，而且所有党政一把手的父亲生前政治地位都没有习仲勋高。如果真的在任内去世，规模不会很大，追悼会肯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公开的话，大概率是站在旁边，也不能排除有家人鞠躬画面。其实早在2022年，网络就热传其心感染新冠病毒离世的消息，不过该消息很快就得到了中共官方的间接辟谣。其心的名字出现在了当年广东省委的慰问名单上。这次中共会不会为99岁高龄的其心辟谣，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据维基百科，其心生于1926年11月3号，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第二任妻子。1937年77事变前夕，其心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1938年，其心随姐姐齐云，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生会主席，撤离北平，辗转逃难至山西太原。随后在齐云的安排下，进入屯留县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女生队，开始革命生涯。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其心在延安结识习仲勋，两人在1944年4月28号在绥德地委结婚。婚后育有4子女，长女齐乔乔，次女齐安安，原名习安安，长子习近平，次子习远平。1966年，中共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习仲勋因1962年利用小说反党被打倒，遭隔离审查。习近平一家受到严重株连。13岁的习近平因说了几句反对文革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关押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在他被批斗时，他的母亲齐心就坐在台下，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自己的儿子。据习仲勋忘年交杨平在香港晨报的文章披露，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齐心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妈妈，我饿。习近平哆哆嗦嗦地说，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文章说，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妈妈也会被抓走。那样他的弟弟和妹妹怎么办？他俩还是小孩子。杨平说，当时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姐姐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最后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收留了他，让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被抓进少管所进行劳动改造。中国传统重视亲亲相隐，即亲人之间应相互庇护，文革却将此理论踩踏殆尽，代之以阶级斗争的绝对忠诚。齐心的举报虽迫于形势，仍是对传统亲情的背离，体现了党性对人性的扭曲。文革期间，中共宣传爱是有阶级性的，要求党性高于人性，以阶级斗争为名摧毁传统伦理，人伦被政治忠诚取代，儒家五伦，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被彻底颠覆。亲人间的告密成为忠诚的象征。14岁的陈凯歌在父亲被批斗时，不仅跟着喊打倒的口号，而且在上台揭发父亲时，还伸手在父亲的肩上推了一下。1970年，安徽少年张宏斌举报母亲方仲谋在家中表示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还撕毁和焚烧了毛泽东像。方仲谋被从家里捆走，在会场上跪着被批斗示众，之后就被枪毙了。成年后的张宏斌为此陷入终生悔恨。齐心作为老党员，深知不举报可能导致全家被进一步迫害，他的选择反映了文革时期人们在中共极端恐怖政治环境下的无奈与恐惧。习仲勋于1975年被释放。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齐心为帮助习仲勋复出，带着习近平和女儿齐乔乔在北京四处上访。他通过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引，求助于王震，最终促成习仲勋1978年恢复党籍，并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后，习近平的仕途起步艰难，习仲勋、齐心夫妇为此付出许多努力。1975年，习近平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进入清华大学学习化学工程。1979年毕业后，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耿彪的秘书，试图出露曙光。1982年，习近平离开北京，在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习仲勋致信时任河北省委书记高阳，请求关照儿子仕途，遭到拒绝。1985年，习近平调往福建后，仕途发展缓慢。1988年，竞选宁德地区常务副市长落选，齐心再次出面，恳请时任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给予支持。1992年，在贾庆林的帮助下，习近平得以进入福州市委，试图实现跨越。齐心夫妇的努力为习近平的仕途提供了关键助力。1990年，习仲勋退居二线，与齐心在深圳迎宾馆兰园别墅生活12年。2002年，习仲勋病逝后，齐心搬到深圳罗湖区居住。2012年，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视察深圳，探望疗养中的齐心。2023年，97岁的齐心在央视纪录片《赤诚》中出镜，
回忆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其心晚年保持低调，鲜少公开露面。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